要说装修中坑多水深，全屋定制说第二，没人敢说第一。用料不透明，价格不透明，利润更是高的惊人。成本100-200的板材，商家敢卖你1-2千，而且还喜欢偷工减料、玩猫腻，各种增项加钱，加到你怀疑人生。比如全屋定制那些19800、29800的低价套餐，很多人动了心，早就交了定金，结果等你真正量尺下单设计的时候，才发现这地方要加钱，那地方也要加钱，最后原本29800的套餐算下来却要6-7万，你不想定了，不好意思，定金不退。其实所谓的低价套餐都是全屋定制引流的手段，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。本期小东就给大家揭秘全屋定制加钱最多的9个地方，提前了解清楚套路，后期就不会再花那么多冤枉钱了。1、花色，板材花色是全屋定制套路最深、增项最多的地方。市场上的全屋定制品牌之所以会打出19800的低价套餐，就是因为它包含柜体、柜门的花色就那么2-3个，而且一般都是你看不上的老款花色，就是让你自己都觉得花色太丑，后期做出的柜子一定不好看。那如果想换花色，那不好意思，都升级加钱。告诉你，加钱选29800的套餐，会升级8到10款花色。如果你看不上的话，还会有更贵的套餐价格等着你。所以在交定金前，一定要问清楚套餐内包含几款花色，你喜欢的花色在不在内，再决定是否交钱。2、背板，背板是柜子里最单薄的地方，也是一个容易被偷工减料的重灾区。大家都知道，正规的背板要做到9毫米以上才能维持柜子的稳定性，但是据我所知，很多商家默认只做到5毫米，甚至是一些所谓的大品牌。所以咱们在签合同交定金的时候，一定要问清楚背板的厚度是多少，加厚需要加钱吗？加多少钱？别小看黑心的商家，仅这一项多赚你个大几千也是没跑的。3、五金，全屋定制的五金件直接影响着柜子的使用寿命，但这个也是加价最多的地方。一般商家报价的时候会包含一些基础的五金，比如说铰链和拉手，但通常不会告诉你品牌和型号。等你后期发现质量和款式都不满意的时候，销售才会和你说，需要升级款式的话是需要加钱的，而且不排除有些不良商家连铰链的阻尼器都要单独加价。另外，像定制橱柜需要用到的拉篮、碗篮，定制衣柜用到的库架、百宝盒等，这些功能五金件一般也是要额外收费的，所以一定要提前问清楚如何收费的。如果发现跟自己的预算差距很大，或者价格收费太高的话，建议你可以选择单独采购。4、抽屉，全屋定制除了铰链和拉手外，抽屉通常也都是不包的。咱们都知道，抽屉是柜类里用量比较多的五金，像鞋柜、餐边柜、橱柜、衣柜等都会用到抽屉。有的商家会在套餐里送那么1-2个给你，其他再需要的话就需要加钱了。一般普通的3节轨抽屉通常也要卖你200-300块一个，如果是百龙品牌的托底抽，要你个700-800块都是正常的。最后你会发现套餐之外，光是抽屉钱就要轻松加个5-6千，所以这块也要提前问清楚，价格太贵的话可以选择网购，避免后期花冤枉钱。5、拉直器，这一项商家惯用的套路是什么？就是设计师给你出设计效果图的时候是做到一门到顶的，通常会告诉你一门到顶颜值高，效果好看，但是你的方案里面是不包含一门到顶的。如果你要换方案的话，就要把门板做高，这个时候套路就来了。咱们都知道，门板为了增加它的稳定性，一般超过1.6米都需要加拉直器，防止门板高度过高产生的变形问题。像这个门板拉直器，市场价的话80到200块钱一个都属于正常的，所以这个也要提前问清楚，柜门加高包不包含拉直器，别等到下单的时候再让你加，多让你掏个2-3千，就问你肉不肉疼。我的建议是，如果加钱太多，完全可以放弃一门到顶的方案，除了美观性差一些外，其实并不会影响你的使用。另外，如果你选的是进口板材，比如大家熟知的艾格板、克诺斯邦板等，这些颗粒板的柜门工艺比较稳定，一般做一门到顶2.7米高都是不需要加拉直器的。如果让你加，建议你直接 pass 选下一家。6、见光板，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见光板，其实就是柜子暴露在视线范围内的侧封板和底板。全屋定制套餐里包含的门板和柜子花色有限，大多数人为了节省预算，被迫用了不同材质的柜门和柜体，甚至还是不一样的颜色。那这时候为了增加柜子的美观性，就需要单独加一块和柜门相近颜色的侧封板和底板。所以这个也要问清楚，如果需要单独收费的话，是按照柜体的价格走，还是柜门的价格走？7、顶封板，
顶封板，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收口条。大家要知道，不是所有的房子都可以安装一门到顶的，如果施工不到位，比如说棚面不平、地面不平，都是不可以的。但为了让柜子尽可能的做到严丝合缝，不影响美观的话，一般柜子的上方都会加一块顶封板。说白了，就是收口条就是为了遮丑用的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你定制的套餐是按照投影面积收费的，那通常这个顶封板是包含在内的。如果再单独收费的话，那就是在重复收费坑你钱。8. 灯带。咱们在全屋定制展厅看样柜的时候，会被一些高颜值的开放式酒柜或者是玻璃门衣柜所吸引。这类柜子之所以好看，是因为都加了氛围灯光。很多业主在送货安装的时候才发现，怎么和店面看到的不一样。这个时候，销售和设计师才会告诉你，你家的柜子里是不包含灯光的，然后灯带需要额外加钱。那最后你也没办法，只能默默掏钱。一般加这个灯带的话，收费也不低，通常1米价格就要100-200。然后配套的控制器收你个150到180块钱一个也是正常的。9. 非标定制柜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所有全屋定制推出的套餐内的柜子，高度和深度一般都是有限制的。比如说厨房吊柜的高度，橱柜的吊柜高度一般在650到720。那么如果你要做到顶的话，也是要加钱的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商家不提前和你说，非等到你要下单的时候才来告诉你？因为他要签单，收你定金啊。他也怕整体的报价太高了，把你吓跑了，能不能明白？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，就是目前全屋定制的套餐基本都是按照这个投影面积计算收费的。一般商家为了增加利润，通常设计师方案里很多柜子都是没有门的。如果你发现这个柜子门板少，可以要求商家单独按照展开面积计算，搞不好又可以让你省一笔钱。全屋定制和木工打柜子到底哪个好？相信这个话题很多打算装修的业主都在纠结。首先，咱们提到柜子呢，那肯定要说一下板材。这个时候，通常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你去问木工用什么板材好，木工会说生态板好。如果你去问全屋定制什么板材好，全屋定制会说颗粒板好。那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？究竟谁说的对呢？别着急，咱们可以通过表面看本质。1. 为什么木工师傅打柜子不愿意用颗粒板？其实归结原因就2点。1. 颗粒板不好加工，特别考验木工师傅的手法以及工具。想要切割颗粒板，如果手法不到位，工具跟不上，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饰面崩边、板材爆齿的现象。另外，一张颗粒板的重量是2张生态板的重量，干活特别累，所以木工不爱用颗粒板。2. 生态板更好加工，反观生态板就比较容易了。生态板基本上是一种速成木，切割成木条，然后用胶粘在一起做出来的，木质比较柔软，所以切割和现场加工的难度小。2. 那为什么全屋定制不愿意用生态板？1. 全屋定制呢，现场制作时需要打3合1的孔，如果打孔的地方在木条的接缝处，就会把这个板材打破，也就造成这个板材的浪费。另外，生态板握钉力也不强，所以全屋定制不愿意用生态板。2. 成本造价问题。市面上大品牌的生态板，比如兔宝宝、千年舟等，在230到290左右。那像露水河、大亚这样知名品牌的颗粒板 ，ENF 级别的价格也在170到200左右。显然，颗粒板的价格要远远低于生态板。综上所述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木工说生态板好，全屋定制说颗粒板好的主要原因。3. 回到主题，那定制和木工打柜到底哪个好？本期小东结合自己15年的装修经验，通过几个方面来和大家总结分析一下，告诉你到底哪个好，应该怎么选择。内容很有价值，耐心看完一定会对你有所帮助。1. 价格方面，首先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，就是选择木工打柜一定要比全屋定制价格便宜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有人说价格都差不多，那真是扯，因为全屋定制他们也是不生产板材的，也是买其他大厂的板材，然后拿回来自己加工，自己买板材打柜，相当于跳过了全屋定制中间商环节，价格自然便宜。如果都用最好的板材，那么整体下来，全屋定制的价格是木工打柜的2倍，1线、2线城市甚至能达到2.5到3倍左右，所以自己打柜的价格是很有优势的。2. 环保方面，大家普遍最关心的就是环保问题。那生态板和颗粒板哪个更环保呢？生态板从表面看起来是用实木粘在一起的，颗粒板是用实木碎屑粘起来的。那么生态板用胶肯定比颗粒板要少，在我们普通人的印象中，用胶少的就是环保的，所以就会认为生态板比颗粒板要环保。其实这么认为也是普遍现象，包括我没做装修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。
但事实上情况却恰恰相反，生态板的市场比较混乱，小工厂遍地都是，投资个10几万就能生产生态板，而且生态板的制作工艺，它决定了它必须得加入甲醛来增加这个胶的粘合力。目前市场上90%的生态板用的都是三全胶里边的尿醛胶做出来的，还有一部分是用其他胶，但是你记住，它都含甲醛。如果胶水粘合力不够，是没有办法加工生态板的，因为它是一层胶一层板这么粘起来的，而 MDI 胶的粘合力不够，没有办法用来生产这个生态板。所以你会发现市面上的生态板环保等级普遍也就是 E0 级、ENF 级的生态板都太少了，即使有价格也非常贵。而再看颗粒板，需要用机器压磨成板，小工厂是没有办法生产的，一条生产线就几千万，大规模的大厂更是投入了几个亿。而这些大厂也更加注重环保，他们的颗粒板加入 MDI 胶之后，轻松就可以达到 ENF 级，因为 MDI 胶根本就不含甲醛，你就是往里面加一吨，它也是不含甲醛，也就更加环保了。在没有这个 MDI 胶之前，颗粒板用的也是尿醛胶，那个年代的颗粒板确实没有生态板环保，但现在是真的不一样了。所以真正决定它们是否环保的不是胶的用量多少，而是胶本身环不环保。3. 美观方面，全屋定制的柜子要比木工打的柜子更好看，这主要有2方面原因。第一，因为全屋定制的封边是机械封边，5金件都是隐藏起来的，而木工打柜子的封边不好看，还有钉眼，无论怎么隐藏都是有痕迹的。不要杠，手艺好的工人没有那么多，就算他手艺好，工人稍有疏忽，封边都会有问题，肯定没有机器封边严密。第二，从设计的角度，木工打柜也不如全屋定制，全屋定制的设计师都是成百上千设计方案的洗礼，所以说他的经验会更足。而如果是木工打柜子的话，整体的风格和设计只能靠业主自己把控，这就得看你自己的审美了。这个就像在赌，最终效果出来好看也就罢了，难看后悔也晚了。4. 省心方面，这个选择定制一定是要比找木工现场加工做柜子更省心。首先咱们知道定制都是流水线加工，到你们家只不过是一个安装与组装的过程，就算现场出现问题，也有设计师和安装师傅去和工厂协调，不用你操心。但是如果现场打柜子，情况就不同了，因为板材是自己买的，设计是自己出的，现在施工期间一旦出现任何问题，只能选择让步和妥协，不但会耽误大量的施工时间，也会影响整体的装修进度。4. 说在最后，说了这么多，最后归纳总结一下，其实选择木工打柜子最大的优势在于价格，全屋定制一定比木工打柜子贵，所以你想要省钱，追求经济型装修，那你就找木工做吧。反之，如果你想要的是中高端装修，为了整体效果，还是选择设计师整体设计，厂家定制，这样最好。一旦效果和实际不符，还可以让厂家返工，售后也有保障。窗帘是软装中的灵魂，选对了，不仅能提高家居氛围感，也能增加空间的美感；选错了，不仅显老土，还会拉低装修档次，同时也会影响睡眠质量。相信大家在购买窗帘前，也看过很多装修博主科普过窗帘的选购知识，比如看窗帘的材质，看窗帘的遮光度，如何选窗帘的褶皱等等。实话实说，这些知识虽然有用，但用处并不明显。事实上，大部分人对于窗帘不满意的地方，往往是因为颜色没选对，导致翻车。本期内容，小东略过窗帘怎么选不讲，直接告诉你哪几种颜色的窗帘不建议选，不是迷信，而是过来人的经验教训。1. 纯白色窗帘不建议选，白色不仅是百搭的颜色，还会给人带来一种干净且清爽的感觉，因此也是家庭装修中的主流颜色。很多人为了搭配家里的大白墙装修风格，会选择纯白色的窗帘，虽说在颜色融入上不会出错，但也不建议这样选。原因如下：首先，白色窗帘的遮阳效果是最差的，尤其是晚上休息时，很容易受到外边的灯光或月光影响。其次，浅色窗帘很容易脏，如果选择白色窗帘，就需要3天2头的拆下来清洗，非常麻烦。此外，在老一辈的观念中，会认为家里挂纯白的窗帘，多多少少会感觉有些不吉利，所以不推荐大家选择纯白色窗帘。当然，如果作为纱帘使用，还是比较适合的。2. 全黑色的窗帘不建议选，虽说黑色在家庭装修中是比较小众的颜色，但不可否认，确实有人眼光独到，就喜欢与众不同的东西。与白色窗帘恰恰相反，黑色系窗帘遮光效果是最好的，特别是拉上后的效果，让整个房间有种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。但老实讲，挂在家里是真心不推荐，
原因主要来自以下2个方面。第一点，房间内大面积使用黑色，会显得太过阴暗和压抑，同时也会影响心情，会让人变得很沮丧。第二点，黑色特别容易吸收阳光和热量，尤其是夏天，会让房间变得更加闷热。综上，所以全黑色窗帘大家在选购时要尽量避开。3. 大红色的窗帘不建议选，大红色用在结婚礼堂或者中式会所还比较适合，看着就很喜庆，而且会让人莫名感到快乐。和老人同住的朋友也会发现，上一辈都比较喜欢大红色，会觉得家里配置一些红色系，也会让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但是过于鲜艳的大红色在现在家庭装修中就不太适合，颜色很难融入当下的装修风格中，尤其是大红色的窗帘会显得很老土，又有一种很别扭的违和感。此外，大红色系还会让人感到亢奋，情绪躁动，所以特别不适合挂在卧室，会让人静不下来，有种不安稳的感觉。所以大红色的窗帘不要选，即使是布置婚房也不建议用，可以选择红色被褥、床头挂画来提升喜庆和氛围感。4. 拼色的窗帘不建议选，近些年双拼色的窗帘很流行，与纯色窗帘相比不会过于单调，搭配好了确实很抢眼，但是选择拼色窗帘需要有足够的审美和驾驭能力，不然很容易翻车。现实中就常常出现10家选择拼色窗帘，有8家后悔的情况，因为拼色窗帘一旦搭配不好，看上去就会显得很扎眼。所以为了保险起见，尽量不要选拼色窗帘。纯色窗帘虽说不会过于出彩，但至少不会出错，而且用多少年也不容易过时。5. 过于花俏的窗帘不建议选，这里的花俏指的是有大面积的花纹或图案的窗帘。这类窗帘虽然看上去很独特活泼，但对于现在的装修风格来说也很难融入，后期搭配起来很容易显得格格不入。此外，太过花俏的窗帘必然会增加很多色彩。要知道，窗帘在制作过程中会添加化学剂和颜料，来防止图案和花纹褪色。长时间受光照影响，很容易释放有害物，也不利于健康。所以，咱们在窗帘颜色的选择上，要尽量避免花纹和图案过于繁琐的。结语：那窗帘颜色怎么选择好？在小东看来，尽量选择整体性统一，比如选择与家中的主色调一致，可以与木门、家具、墙面、地面、大面积颜色相近，会让空间看起来既整体又和谐。此外，建议首选看上去比较百搭和舒适的颜色，比如浅咖、米色、高级灰等流行的颜色，既精致温馨，又不容易出错。对于想追求生活品质的家庭来说，窗帘颜色的选择十分重要，千万马虎不得。它不仅会影响装饰效果，也会涉及到生活质量。做了20年的装修，总结出9个不值得花钱太多的地方。1. 地面，不管你是铺地砖还是铺木地板，都没必要去选那么贵的瓷砖，这东西也不涉及环保问题，主要花纹和颜色选对了，你买几十元和几百元一片的铺在地上，效果也没啥区别，用个10几20年你也踩不坏。木地板也是一样，动辄几百一平的实木地板，价格贵不说，还难保养，100-200元的实木复合地板就挺好，既有实木的质感，稳定性还好，而且价格也划算。2. 吊顶，客餐厅想吊顶的话，做一圈双眼皮就挺好看的，既简洁又大方，而且还不会影响层高。更关键的是成本造价低，工期还短。关于厨卫吊顶，建议还是用传统的铝扣板，易清洁还方便检修，选择纯色无花纹的，效果也不差。预算高，也可以选择蜂窝大板，但是真心不建议用石膏板，再好的石膏板也避免不了清洁难、易发黄的问题。3. 墙面，不建议做太复杂的造型，容易过时还不好清洁，就用乳胶漆，选个比较流行的颜色，比如奶咖、太空漫步、杏子灰、伦敦雾等，既高级又耐看。尽量不要用壁纸壁布，价格贵，污染物还容易超标。另外，容易翘边还易过时。曾经大火的微水泥和硅藻泥也不值得投入，优点就是贵，微水泥不耐擦洗，硅藻泥也不过是甲醛的搬运工，都是噱头大于实用。4. 推拉门，厨房和阳台的推拉门没必要选吊轨门，价格贵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对承重和安装要求都比较高，时间一长有下坠变形的安全隐患。从长久的实用性角度来看，不如地轨门安全和稳定性高。当然，地轨门不要选传统的凹凸槽轨道的，容易藏污纳垢，不好清洁，可以用极简铜条轨道。5. 家具，茶几和餐桌不建议选岩板材质的，虽然它的硬度很高，但是它特别脆，尤其是拿来当茶几和餐桌的台面，但凡是坚硬点的东西磕碰在上面就是一个豁口，
当然力度再大一点，还有可能直接断裂。所以不想买回家还得当大爷伺候，还是选木质的茶几和餐桌比较省心。6. 灯具，不要去买造型过于复杂的灯具，比如水晶吊灯、复古式的开口灯、网红分子灯，积灰严重还招小飞虫，等你搞卫生的时候会累到让你怀疑人生。记住，灯具的主要作用是照明，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造型，有那钱不如花在极简造型的吸顶灯上面，简约大气，既实用又不过时。7. 卫浴，浴柜岩板台盆不值得投入，它除了颜值高，其他全是缺点，溅水、藏污纳垢不说，还容易掉底，还是选陶瓷一体盆性价比最高，它是经过几十年磨练比较成熟的材质了，既没有卫生死角，也不溅水，一清洁使用也方便。马桶不建议做壁挂式的，价格贵，款式少不说，冲水噪音大，漏水还不好维修，唯一的优点就是不落地，卫生好清洁。8. 指纹锁，现在的智能门锁基本都是 C 级锁芯了，所以安全方面根本不用担心。咱们安装智能锁的目的就是图方便，出门省去忘带钥匙的烦恼，所以没必要买那么贵的，只要具备刷卡、密码加指纹解锁就行了。其他像什么 APP 远程解锁、花里胡哨的那些功能，很多时候根本用不上，没必要去交那个智商税。9. 家用电器，有些刚需电器也没必要买太贵的，选基础款够用就行。比如说电视机，基本都很少看了，买回家大多是个摆设，所以买个大尺寸的基本款就够用。还有净水设备，不要去追求款式和品牌，净水器这东西只要滤芯一样，过滤出来的水质没区别。微波炉也是一样，说白了就是拿来热热菜，功能再多你也用不上，300-400块的入门款就够用了。做了10几年的家电行业，假如2023年我给自己家买家电，我会选什么品牌？1. 空调，中央空调我选大金，壁挂空调选格力。抛开价格不说，大金空调核心技术确实做得牛，市场占有率第一，也名副其实。而且不管是美系、国产都不如大金售后好。格力空调掌握核心科技，这不仅是它的广告语，也是实力所在和底气。3%的故障率，以及10年售后承诺，就问还有哪个品牌能做得到？2. 热水器，电热水器我选 A.O. 史密斯，燃气热水器选林内。A.O. 史密斯优势在于专利金规内胆，迄今为止是最耐用、最抗锈蚀和防结构的热水器内胆。行业其他品牌多数都是搪瓷内胆，不夸张地说，国内排名1、2的燃气热水器都是日系品牌，这也充分地说明了产品的质量和口碑。其中林内是行业的引领者，技术顶尖，恒温效果一流。3. 冰箱，高端产品我选卡萨帝，中低端产品选海尔。当然，海尔和卡萨帝本就是一家，只不过子品牌卡萨帝定位高端市场。卡萨帝冰箱优势，颜值出众，且拥有多项专利技术，在保鲜方面甚至赶超进口品牌。海尔是国内冰箱市场的老大，无论是质量、技术以及售后均有保障，且用料扎实，因此价格略高于美的和荣生，这算是唯一缺点吧。4. 电视，激光电视我选海信，液晶电视选 TCL。在大屏电视市场，海信拥有绝对的话语权，其中激光电视全球市场份额占据第一。自研的 LPU 数字激光引擎，搭载专业的菲涅尔仿生激光屏，在有效抗环境光的同时，还能带来震撼的光感。TCL 在液晶电视领域，凭借量子点技术、Mini LED 技术，在画质效果方面，甚至不输三星、索尼等大牌，而且相比国外的价格还便宜不少，性价比极高。5. 洗衣机，波轮洗衣机我选海尔，滚筒洗衣机选小天鹅。海尔优势在于搭载了双动力技术，解决了波轮洗衣机缠绕、洗不净、磨损的3大缺陷，同时拥有免清洗专利技术，攻克了外桶越洗越脏的难题。小天鹅在洗衣机市场是仅次于海尔的第2品牌，独特的水魔方洗涤技术实际上就是冷水洗涤，解决了衣服掉色和变形问题，评价和口碑极佳。6. 油烟机，顶吸烟机我选老板，侧吸烟机选方太。不要质疑，老板和方太占据传统烟机行业的半壁江山，市场份额在60%以上。老板一直以来比较看重产品性能，所以在大吸力方面有绝对的优势。方太与之恰恰相反，主做侧吸烟机，更看重产品体验，产品优势是低噪瞬吸。7. 洗碗机，国外品牌我选西门子，国内品牌选美的。洗碗机在国外市场已经发展几十年了，自然在技术和性能方面要优于国产。其中西门子洗碗机
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市场，销量都是常年霸榜第一。特别是高端产品搭载的精磊专利烘干技术，无人敢超。美的洗碗机胜在高性价比，目前拥有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，从而带来价格上的绝对优势。家用电器在生活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，不仅可以帮我们做家务，还能解决生活中的难题。因此，咱们在装修新房时，也会选择购置各种各样的大家电。但是，有一些新兴的家用电器，如果你选不对，可能买得起，但未必用得起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产品本身并不贵，但在使用的过程中，它的能耗和耗材非常高。本期小东就和大家说5种买得起可能用不起的家电产品，如果不是富裕家庭，还是劝你谨慎入手。1. 洗碗机。洗碗大概是年轻人最不爱做的家务之一，洗碗机的诞生帮助我们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，对懒人来说更是福音。不可否认，用洗碗机代替手动洗碗，碗筷不仅洗得干净卫生，而且还能解放双手。纵观国内的洗碗机市场，这些年也卖得风生水起，而且国内的洗碗机产品也是越来越成熟，基本3、4千元就能买到一个功能齐全的洗碗机。但是很多人购买时往往会忽略到它日后的耗材问题，比如洗碗机日常使用中必须要用到软水盐、漂洗剂以及洗碗液或洗碗筷，这些耗材加一块，每次洗碗的费用大概也需要2、3块钱。虽然看似不多，但日积月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尤其是一些高端的洗碗机，还要配合专用的洗碗凝珠使用，价格更是贵得离谱。另外，洗碗机的工作过程是先冲洗加漂洗再加烘干，所以你会明显感觉到家里的用水量和用电量也会有一定的提升。这样综合算下来，一天的费用基本也得花费10块8块的。对于普通家庭，你觉得用不用得起吗？2. 烘干机。过去洗完衣服还需要单独晾晒，赶上阴雨天可能2、3天都干不透，很让人烦恼。烘干机的出现解决了这一个生活中的难题，于是很多业主在房子装修时都专门购买一台独立烘干机，或者是选择带烘干功能的洗衣机来解决衣服晾晒的问题。烘干机非常实用，但是烘干机最大的使用费用就是电费，因为每次烘干至少要1、2个小时的时间，所以很多人吐槽用了烘干机之后，每月家里的电费蹭蹭的往上涨。所以如果说你是处在一个环境比较潮湿的城市，这地方就是经常性的阴雨天，天天被褥都非常潮，那么买一台烘干机是很有必要的，至少可以提高生活质量。或者你不在乎每个月多出的这个180块的电费，也可以考虑。另外，如果考虑好购买烘干机，建议选择独立的热泵式干衣机，烘干时间短，效率高，干衣效果也好。不要买洗烘一体机，干衣容量小，耗时长，而且烘干效果还差。3. 零冷水热水器。什么叫零冷水？简单说，就是家里的水龙头一打开就有热水，不再需要排冷水。当然，这也是零冷水热水器最大的卖点。如果家里热水器没有这个功能，那就意味着你每次打开水龙头或花洒的时候，想要用到热水，就必须等待10几秒或半分钟，甚至更长的时间。很多业主为了获得更好的用热水体验，就会选择购买零冷水热水器。当然，要想实现热水即开即热，还需要在家里最末端的用水口再接一个回水管，让它返回到燃气热水器里，也就是常说的大循环，这样才能做到秒出热水。但是带来的弊端就是非常的费电和耗气，因为要让水管里的水始终是热的，热水器就得不停的工作。这也让很多业主吐槽，用了零冷水热水器，每月燃气费至少要增加300、500元。当然，现在一些高端的零冷水热水器也有提前预约，或是设置时间段去循环，还有手动循环或者脉冲式循环，确实可以做到节能省气，但也失去了冷凝水的本质。4. 净水器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大家对于家庭饮水健康也越发重视，于是很多业主会选择在家里安装净水设备。其实净水器的价格并不贵，比如就拿厨下净水器来说，一般大品牌的也就1、2千元左右。对于这个价格，大家还是普遍都能接受。但是这种净水器想要始终保持水质干净，还需要定期去更换滤芯，它比如活性炭的，有 PP 棉的，还有 RO 反渗透的。有些朋友觉得花2000块钱左右买一个净水器没什么负担，但是等用上了才知道，每年换滤芯的费用还要7、800。我之前还遇到过业主对净水器不懂，不小心买了某品牌的微滤机产品，后期更换滤芯的费用甚至高达1500元，真是典型的买得起用不起的产品。另外，它还会产生一定的废水，都会从能耗上有所增加，所以家里水质如果不是太差的话，就没必要安装净水器。
即使全年用桶装水也比这个便宜。如果实在需要安装厨下净水器，也建议大家选择通用滤芯的，后期更换滤材的费用也会省很多。结语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以上的这4种电器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它们确实可以提高一定的生活质量，但是反过来说，即使不用它，咱们的日常生活也不会受很大影响。所以说，这些电器并不是生活中的刚需，买之前还是要考虑清楚再决定。